首先呢，我注意到他确实有3个很重要的人，是一个叫陈以婉，就是他的像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的；还有一个是荣耀，荣耀是可能对他有所愧疚的；还有一个呢是宣仙士，是每周3为他送东西的人，可能是常常用的这几个电话。陈以婉的尾号是4个5，荣耀的尾号是4个6，然后宣仙士的尾号是4个7。接下来重要的来喽。今天早上的9点05分，给4个7发了信息，麻烦你9点半来我公寓门口取一个行李，送到我的旧别墅前院，地址是西辉市西辉路15号。勋答应了，收到。这里面有一个信息。 就是一个福律师年轻的时候的照片，他的旧宅就西辉路15号，曾经叫福宅。接下来1分钟后，9点06分，发给4个6，麻烦你10点半去我的旧别墅前院取个行李箱，里面都是一些陈年旧事，帮我扔到盲河边的垃圾堆。 我愿称你们仨为火葬一条龙服务。刚才大说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回事？他去取，然后他去运，然后我去烧，对不对？可是请注意啊，你收到的指令是你大哥给你的，是真给你的啊？对啊。这个是福拜托他们干的事儿。 下面还有一个是10点钟的时候，福在跑得贼快平台的无接触订单，10点钟的时候准时送达了一个什么价？请为我们的服务做出评价。回复 A 满意 ，B 不满意，没有再回了。10点呢，我在自己家门口的芒果信箱，发现了真给我的最新任务。 要求我今天12点要去盲盒垃圾堆，把见不得光的东西给烧干净了。福在跑得贼快平台的无接触订单10点钟的时候准时送达了一个什么价？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局是福布的。就是福利布一个这样又杀人又要取行李箱又要烧尸一个这样阴云密布的局。 那所以你看这个前提，福可以给真打电话，或者是跟他说一件什么事儿，说你来我们家一趟，然后等于他到他们家之后，他用什么样的手段把他杀死？这个有可能，这要看尸检报告。因为我觉得车是他肯定是真开过来的嘛。但是福利为什么要杀真呢？ 但可是福也死了。其实刚才我跟张我们小对了一下，是觉得现在应该是找一个凶手。他们2个要么其中一个是自杀，要么有其中一个杀了另外一个。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同时对2个人有杀机的，因为他们不是一条线上的。 M203年的8月22日，他拿了西辉市荣誉市民奖，然后他自己在上面的备注是“将比熊帮方便面窝点一锅端是我巅峰之战”。哦，就是当年把你们的窝点一锅端了。那谁告的密啊？他自个儿查出来的。2006年的1月31日，也就是胜诉但是名誉扫地之后的1个月。 他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道：“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低估了舆论的压力，没有让他站出来为我当晚提供不在场证明，是为了保护他。因为没有一个帮派会放过一个卧底。”他跟他在一起，应该还是说的陈吧？是说的我吧？
你刚才有说过，你当时有跟他在一起，所以他不敢让他出来为他发声，因为为他发声，帮派不会放过他。我其实是因为福律，他说让我去波涛熊熊这个 KTV 去帮他拍一些方便面交易的证据，我就去了波涛熊熊的那个比熊帮，所以卧底是他。然后我帮比熊帮的老大挡过一刀。你帮我大哥，在你之前，咱俩可以啊，咱俩小时候都穷，还帮大哥挡刀，可以，就喜欢你这样的。然后老大就相信我了。我那天去团建的营地，我其实是给福律一些照片，告诉他过2天，波涛熊熊的那个 KTV 会有一个很大的交易，然后我俩就喝了一点上头水，一直聊到天亮。是在他的帽子柜里边有一个纸条，是荣耀写给他的啊。福律，9年前团建进帐篷的人不是你，而是甄大吕，是我误会了，当年不该起诉你，对不起。荣耀 M212年的2月1日，这也代表他那个时候开始跟福律有了联系。对，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就是头发都没有了，所以我送了他帽子。所以他拜托你做什么事情是很自然的，对吗？对。而且他跟我讲的是陈年旧事嘛，那我觉得都是一段大家不太想再想起来的事情。从3月8号开始，甄大律给他送了长生大补金装礼盒。他就是说，师傅你年纪也大了，就好好在家养着，不要操心年轻时候的事儿了，多吃点补品，好好活着才最重要。因为他师傅在操心年轻时候的事儿，就这个事儿指什么呢？等到3月12日，他甄大律再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就有点侮辱性了。他写的师傅就不是那个如师如父的师傅了，他写的是湿润的湿，福律的福。然后他送的是成人纸尿裤。他说这个东西你以后天天用啊，我专门选了质量最好的。哦，就有点故意刺激他吧，侮辱人的意思了。就是在刺激他师傅。那第一个纸条就是在威胁福。这样的一个老人了，如果他手里没有什么东西，就以真这种性格，不会3番5次的来威胁他，说明在他的视角里边，觉得福律是有点东西的，这个东西他是害怕的。